拜登的最后一搏，援乌240亿台币，俄军陷入双线作战，在叙利亚遭遇重创。美军 B-52遭俄空天军拦截，轰炸机在现代战争中有什么作用？美台联合开发无人机，对标弹簧刀300。海马斯试射新型精准导弹。美国政府近日宣布，拜登政府计划向乌克兰提供一笔价值7.2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包裹，预计将在2024年12月初正式提交给国会。这笔援助主要包括反坦克武器、地雷、无人机、针刺飞弹和海马斯弹药等装备。此举表明，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依然稳固，并且通过增加军事援助，继续加强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军事侵略的能力。自从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乌克兰在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支持下，依靠先进武器和坚强意志，抵御了俄军的侵袭。拜登政府上任以来，特别是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便迅速成为乌克兰最重要的军事援助来源之一。通过提供大量先进的武器和军事装备，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不仅限于物资层面，还包含了经济、外交等多个领域。这次新的军事援助包裹将进一步增强乌克兰防御能力，并为乌军提供更为有效的反击力量。这笔7.25亿美元的援助计划包括几类关键武器系统，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反坦克武器、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以及针刺飞弹。首先，美国提供的反坦克武器中包括了标枪反坦克导弹。这种便携式反坦克导弹凭借其较高的穿透力和精准度，成为了乌克兰军队在面对俄军装甲部队时的利器。标枪导弹采用发射后不管技术，操作简单，而且具备较强的灵活性，可以在复杂的战场环境下发挥重要作用。自从战争爆发以来，标枪导弹的使用帮助乌克兰军队有效削弱了俄罗斯装甲部队的进攻威胁。此外，拜登政府这次还继续为乌克兰提供更多地雷。这武器虽然没有高精度导弹那样显眼，却在地面战争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尤其是在乌克兰一些城市和农村地区的战斗中，地雷不仅能够有效阻碍敌军的推进，还能够在敌人不经意间造成严重损失。与标枪导弹等先进武器相结合，地雷的使用能够提高乌军在地面战中的防御能力，增强对敌军的威慑力。其次，海马斯是美国为乌克兰提供的另一款重要武器。海马斯的高机动性和远程打击能力，使其成为乌克兰军队打击俄军后勤补给线、指挥中心和其他战略目标的利器。海马斯系统能够在短时间内发射多枚火箭弹，精准打击远距离目标，为乌克兰提供持续的打击能力。自从海马斯投入使用以来，乌军已经通过该系统成功摧毁了俄罗斯大量的后勤补给和指挥设施，对俄军造成了显著打击。美国这次向乌克兰提供的海马斯弹药将进一步增强其使用效果，帮助乌军在接下来战斗中更有效地打击俄军的关键设施。此外，针刺飞弹也是这次援助的一部分。针刺防空导弹系统是一种便携式防空武器，能够有效地对抗低空飞行的敌方飞机和导弹。随着俄军空中力量的不断增强，乌克兰迫切需要一种能够有效应对空中威胁的武器。针刺导弹的出现正好是填补了这一空白。凭借其简单操作和较强的机动性，针刺导弹能够迅速投入战斗，在复杂的空中环境中对抗敌机、导弹以及无人机等威胁。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并非单一的武器供应，其背后还包含了更深层次的战略考虑。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乌军不断面临来自俄罗斯的压倒性进攻。为了帮助乌克兰抵御这种外部威胁，拜登政府不仅提供了大量军事物资，还通过财政援助、经济支持等多种方式，帮助乌克兰维持其战时经济和社会运转。美国援助乌克兰的资金大多是用于支持政府运作、重建被战争摧毁的基础设施、支付民众的生活补贴等方面。美国援助的军事装备对乌克兰的作战能力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尤其是海马斯等高端武器的投入，使得乌军在与俄罗斯军队的对抗中，能够在更远距离上打击敌军的关键目标，从而削弱敌方的进攻势头。同时，标枪反坦克导弹、针刺防空导弹等武器的补充，也进一步增强了乌克兰军队的防御能力，使其能够在复杂的战场环境中保持较强的作战能力。拜登政府在这场危机中的角色，除了军事支持外，还体现在国际政治和外交方面。美国积极推动西方盟国对乌克兰的援助，并且在联合国和北约等国际组织中争取更为广泛的支持。通过这样的外交努力，美国不仅促进了乌克兰获得更多的援助，还增强了全球对俄罗斯行为的反制力度。美国的支持也帮助乌克兰在国际舆论中赢得了更为广泛的支持，进一步提升了乌克兰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大兵认为，美国对乌的援助，特别是军事援助，已经成为了乌克兰能够在与俄罗斯的对抗中取得进展的重要保障。拜登政府上任以来，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规模和种类不断扩大，援助内容从基础的武器装备扩展到更为先进的战术系统和后勤支持。这些援助不仅提升了乌克兰的军事能力，还帮助其在政治和外交层面取得更多支持。然而，随着拜登政府的落幕，美国能否继续在军事、经济和外交等多个领域支持乌克兰，这场战争的结果至关重要。在叙利亚反抗军的一次伏击中，成功消灭了一支俄军特种部队。消息人士透露，这场袭击发生在叙利亚西部，叛军成功攻击了驻守在46号基地的俄军部队。该基地是叙利亚政府军在阿勒颇西部的重要军事阵地，而俄军在此协助叙利亚政府军进行军事行动。这次伏击不仅凸显了反抗军的攻击能力，也揭示了俄罗斯与叙利亚政府军之间紧密的军事合作关系。从2015年以来，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介入变得愈加显著。俄政府决定支持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帮助其对抗叙利亚反抗军及其他反对派武装。俄军的介入并非仅限于空袭支援，还包括了派遣特种部队、军事顾问以及其他军事资源。在这场内战中，俄罗斯特种部队的角色日益重要。他们不仅执行直接作战任务，还参与对叙利亚政府军的培训、战术指导和战略规划。俄军特种部队在叙利亚的存在并非偶然。在叙战争爆发之初，俄罗斯就与阿萨德政府签署了战略伙伴关系，成为其最重要的外部支持者。为了巩固自己的影响力，并确保叙利亚在其成为中东的战略据点，俄罗斯不仅提供军事援助，还加强在叙境内的军事实力。这些俄罗斯特种部队和其他军事单位的部署，使得俄军能够在关键时刻直接参与战斗，支援叙利亚政府军在激烈的战斗中占据优势。然而，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并非无代价，除了直接的军事介入，俄军的损失也日益显现。2024年1月，俄军在叙利亚的伤亡再次成为焦点。俄罗斯在叙利亚东部的一次军事行动中遭遇了反叛武装的伏击，导致6名俄军士兵阵亡。这次阵亡主要发生在俄罗斯与叙利亚政府军联合清剿反叛武装的过程中。据叙利亚反抗军宣称，他们使用改装的反坦克导弹成功摧毁了俄军的一辆装甲车，并造成多名士兵伤亡。2024年3月，俄军在叙利亚的伤亡人数进一步上升。俄罗斯国防部确认，俄军在叙利亚北部的卡班基地附近与反叛武装发生激烈冲突。在这次冲突中，俄军损失惨重，共有9名士兵阵亡，另有15人受伤。这次冲突是叙利亚反抗军通过游击战术和精确打击，针对俄军基地展开的袭击。俄方称，在这次事件中，反抗军的精确打击使俄军遭受了较为严重的损失。2024年6月，俄军的伤亡继续增加，尤其是在叙利亚南部的战斗中，俄空天军的一架战斗机在空中遭遇火力袭击，被击落后坠毁，机组人员不幸遇难。虽然俄罗斯并未透露具体原因，但分析人士认为，这可能是由反叛武装利用先进防空武器造成的。与此同时，俄军地面部队在霍姆斯地区的一次反恐行动中也遭遇了爆炸袭击，导致至少4名士兵阵亡。从2023年底到2024年，俄军在叙利亚的伤亡持续增加，尤其是在俄军与叙利亚政府军联合打击反叛武装的行动中，俄罗斯军队经常成为反叛力量的主要攻击目标。
虽然俄罗斯不断加大对叙利亚的军事支持，但由于战斗的复杂性和反叛武装的灵活战术，俄军伤亡难以避免。根据公开数据，2024年俄军在叙利亚的阵亡人数已累计达到近30人，而伤员数量则更为庞大。此外，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设施和人员面临的威胁也在不断增加。反叛力量通过游击战、伏击战和精确打击，已对俄军造成较为严重的影响。近日，美国空军的 B-52H 同温层堡垒轰炸机在波罗的海地区进行训练时，遭遇了俄罗斯苏27战机的拦截。根据美国国防官员透露，这次拦截发生在25号，当时2架 B-52H 轰炸机正在进行一项训练飞行，途中被俄罗斯战斗机在卡林格勒附近拦截。虽然双方的接触引发了关注，但美方表示，这一拦截过程是专业且安全的。B-52H 轰炸机随后继续执行计划中的飞行任务。在这场空中对峙和国际政治的背景下， B-52H 轰炸机依然是美国空军重要的战略资产之一。然而，随着现代防空系统和先进战斗机的出现，重型轰炸机的作战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尽管 B-52轰炸机依然具备强大的打击能力，但它在面对现代防空系统时处于一种尴尬境地。传统上，重型轰炸机，比如 B-52H， 一直被视为战略打击的利器，尤其是在核战争和大规模常规战争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B-52H 的特点包括较长的作战半径、大载弹量和强大的核打击能力，能够在没有空中加油的情况下跨越大洋进行作战，并且执行从核打击到常规精确打击的多样任务。然而，随着防空技术的迅猛发展，尤其是现代高性能防空导弹系统的出现，重型轰炸机在战场上的生存能力面临严峻挑战。现代防空系统的升级，使得重型轰炸机不得不在作战方式上做出调整。以俄罗斯为例，其采用的 S-400防空导弹系统具有极高的精度和打击范围，能够有效对抗各种空中目标，包括高空飞行的战略轰炸机。这使得 B-52H 等传统重型轰炸机在进入敌方防空圈时，必须采取更加隐蔽和规避的战术，否则它们将更容易成为目标。虽然 B-52具备较强的作战能力，但面对现代防空系统，其裸露的设计和较慢的飞行速度，使它在敌方防空火力网中生存的难度大大增加。此外，重型轰炸机本身的防空能力也存在一定短板。B-52H 虽然可以搭载现代化的武器系统，例如激光制导炸弹和精确制导导弹，但它缺乏现代战斗机所具备的机动性与灵活性。在敌方防空火力网日益密集的环境中， B-52H 往往需要依赖其他类型的战斗机进行护航，或者依赖于电子战设备和隐身技术来减少被锁定的风险。但即便如此，它也不可能完全避免被防空系统锁定，尤其是在高威胁区作战时。尽管 B-52H 在现代防空环境中面临挑战，但它并未被淘汰，反而在美国空军中的战略地位仍然占据重要位置。为了提高它的作战能力和生存能力，美空军已经启动了一系列的升级改造计划，以确保这位老将能够适应当今快速变化的战场需求。首先， B-52H 轰炸机的发动机正在进行升级。美国空军计划用罗尔斯罗伊斯公司的 F-130发动机替换原有的 TF-33发动机。F-130不仅提供更强推力，同时还具有更低的燃油消耗，这对于提高它的航程和作战效能至关重要。通过这一改装， B-52H 的作战半径将大大提升，减少对空中加油的依赖，增强了它在全球范围内执行任务的能力。此外， B-52H 的雷达系统也将得到升级，美空军计划为它安装与 F-18EF 超级大黄蜂相同的雷神 AN/APG-79 雷达系统。这雷达系统不仅提升了轰炸机的雷达性能，还增强了其精确打击的能力。通过雷达和传感器的升级， B-52H 可以更好地识别目标并进行远程打击，降低被敌方防空系统识别的风险。在武器系统方面， B-52H 已经具备了使用激光制导炸弹和精确制导导弹的能力，这使得它能够在更高的安全距离上进行精确打击，避免进入敌方防空火力的威胁范围。B-52H 也正在进行改装，搭载高超声速武器，这使得它不仅能够执行常规的战略打击任务，
还能参与更具威胁性的远程打击任务。最值得注意的是，它仍然保持着强大的核打击能力。美国国会正在推动一项法案，计划恢复 B-52H 的核打击能力，这使得它成为美国战略核威慑的一部分。尽管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执行核打击任务，但现代防空系统的威胁在不断升级，它作为战略核武器的角色仍然至关重要。B-52H 轰炸机无疑是美国空军的重要战略资产，尤其是在冷战时期，它曾是美国执行远程核打击任务的主力。然而，随着现代防空系统的进步，重型轰炸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尽管如此，美军并没有放弃它，而是通过升级其发动机、雷达、武器系统等方面来提升其作战能力，确保其在现代战争中的生存能力和作战效能。尽管 B-52H 的尴尬境地是不可避免的，但通过这些技术改进和战术调整，它依然能够在未来的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台军通过猎枭专案斥资55亿元，从美国采购了685架弹簧刀300无人机和291架 Altius 600MV 无人机，旨在提升无人机作战能力，增强快速反应和精准打击能力。同时，台军也加快了本土攻击型无人机的研发，预计明年将看到初步成果。顾立雄在立法院表示，巡飞弹1型无人机将于明年交付使用，而反装甲型巡飞弹2型则需要进一步精进。弹簧刀300无人机是一款小型单兵可携带操作的无人机，具有20分钟的滞空时间和20公里的导控航程，适合执行快速打击和情报侦察任务。而 Altius 600MV 无人机则主要用于反装甲作战，具备更长的滞空时间和更强的载荷能力，将在未来的战场上发挥重要作用。在本土研发方面，台军已经完成部分无人机的自制研产。顾立雄指出，巡飞弹1型无人机将在明年投入使用，具备较长滞空时间和适合单兵携带的特点，能够迅速实施打击。虽然台湾自产的巡飞弹1型略逊色于弹簧刀300，但仍能满足台军的防卫需求。对于巡飞弹2型反装甲无人机的研发，顾立雄表示，尽管研发取得一定进展，但仍需要进一步努力，完善技术性能。台军加快研发步伐，期望尽快实现该型无人机的批量生产。未来，台军可能需要更多的反装甲型无人机，计划增购至少1000架 Altius 600MV 无人机，以增强反装甲作战能力。与此同时，台产的巡飞弹2型无人机也具备较大潜力，能够搭载在悍马车、军舰等平台上执行远程打击任务。该型无人机具备精准打击能力，适合反装甲和反步兵等任务。通过猎枭专案，台军不仅提升了对现代无人机技术的掌握，也加快了自主研发步伐，减少了对外采购的依赖。未来，随着弹簧刀300、Altius 600MV 及自产无人机的投入使用，台军的作战能力将得到进一步增强，特别是在反装甲作战和精准打击方面，无人机将成为现代战争中的关键利器。美国陆军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近日在新墨西哥州白沙导弹实验场完成了2枚精确打击导弹的连射测试。这次测试是 PRSM 生产资格飞行实验的一部分，标志着该导弹在陆军武器系统中的重要进展，展示了 PRSM 导弹在 M142 高机动性火炮系统平台上的连射能力。这一能力符合陆军战术要求，即在执行任务时需要同时发射2枚导弹，以确保有效击中目标。测试验证了 PRSM 的精准性、作战准备状态，并首次实现了在发射过程中操作者安全保障的验证。洛马公司表示，测试中的2枚导弹成功进行中程飞行，击中目标，进一步证明了其精准度和可靠性，为导弹的正式服役奠定了基础。PRSM 导弹将逐步替代现有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并大幅提升陆军的远程打击能力。首批 PRSM 导弹已于2023年12月交付陆军，具备从海马斯和 M270A2 多管火箭发射系统发射的能力。这款导弹的射程超过400公里，能够打击远离敌方的目标，尤其是在应对俄罗斯等对手的现代技术威胁时，展现了重要的战略价值。
今年夏季，美国陆军首次在太平洋的帕劳岛进行了 PRSM 导弹的发射测试，并成功击中了海上移动目标。这标志着它首次在美国本土以外的地区进行实战测试，进一步证明了其跨区域作战能力。未来，陆军计划继续提升 PRSM 导弹的作战能力，重点改进包括增强导引头性能，以提高打击海上移动目标的能力。此外，陆军还将提升它的杀伤力和射程。近期的研发重点是使 PRSM 具备海上反舰能力，以适应更加复杂的作战环境。与此同时，洛克希德马丁与雷神公司和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将共同参与开发名为远程机动打击火力的下一代导弹项目，计划大幅延伸 PRSM 的射程，从当前的499公里扩展到超过1000公里，以满足未来更远距离打击的需求。美国在2019年退出了与俄罗斯签署的中程核力量条约后，陆军获得了研发远程导弹的自由。该条约曾限制射程在499公里到5000公里之间的导弹发展，因此美国退出条约后，陆军得以加快研发更远射程导弹的步伐。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